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。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，谢谢大家。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，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，达到500订阅。团员可以投票和留言告诉我会做一则为人说过神秘事件，可以持续不断更新影片。再感谢大家。失踪的太空人，在太空中失踪的太空人是否真的离开了太阳系，还是他们面对了宇宙中的未知威胁？太空探索是人类的一项伟大的事业，但也是一项充满风险和挑战的事业。自从人类进入太空以来，已经有多位太空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牺牲了，他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地球或太空中，成为了人类太空史上的英雄。然而，也有一些太空人的命运却不得而知，他们在太空中失踪了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他们到底去了哪里？他们是否真的离开了太阳系，还是他们面对了宇宙中未知的威胁？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，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说。本文将介绍一些关于失踪的太空人的故事，以及可能的解释和推测。莱卡，第一只进入太空的动物。莱卡是一只苏联的小狗，也是第一只进入太空的动物。1957年11月3日，莱卡搭乘苏联的史波尼克2号卫星进入轨道，成为了太空探索的先驱。然而，这趟太空之旅对莱卡来说却是没有回程的旅行。由于这个苏联太空计划并不知道如何才能重新收回该卫星，莱卡在进入轨道几小时后死亡，其尸体随着卫星继续在太空中飞行了5个多月，直到1958年4月14日，卫星在大气层中烧毁。莱卡的牺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，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动物的虐待和浪费。苏联方面则辩称，莱卡的太空飞行是为了科学研究和人类的利益，为后续的载人航天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。不过，直到2002年，苏联太空计划的一位负责人才公开承认，莱卡的太空飞行是一次仓促的政治决定，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考虑，他为此感到内疚和悔恨。莱卡的故事让人感动和惋惜，它是一只无辜的小狗，却为人类的太空梦想付出了生命。它的遗体虽然已经消失在太空中，但它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人类的心中。它是太空中的一颗流星，也是太空中的一朵花。伊凡，苏联的幽灵太空人。伊凡是个神秘的名字，也是一个争议的名字。据一些阴谋论者称，伊凡是苏联的太空人。他在1961年5月19日进行了一次太空飞行，但却没有返回地球，而是在太空中失踪了。这次太空飞行发生在尤里的加加林的首次太空飞行之后的16天，也就是在美国的艾伦·谢泼德的首次太空飞行之前的4天。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，那么伊凡就是人类史上第2位进入太空的人，也是第一位在太空中死亡的人。伊万的故事的来源是2位意大利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，他们声称他们在1961年5月19日收听了一段苏联的太空通讯，其中一名宇航员自称伊万，他在太空中遇到了故障，无法控制飞船，他向地面求救，但没有得到回应。他的声音逐渐变得恐惧和绝望，最后消失在了无线电中。这2位意大利人还声称，他们在先前的几年里，曾经多次收听了苏联的太空通讯，其中有些是失败的太空飞行，有些是成功的太空飞行，但都没有被苏联政府公开。他们认为，苏联为了保持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，不惜牺牲太空人的生命，而且对外隐瞒了许多太空飞行的真相。伊凡的故事引发了轰动，也引发了质疑。许多人认为，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，是为了诋毁苏联的太空成就，或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赚钱。他们指出，这2位意大利人提供的证据都是不可靠的，没有任何官方的记录或文件证实伊凡的存在，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无线电台或卫星接收到伊凡的讯号，也没有任何目击者或亲属证实伊凡的身份。他们认为，伊凡的声音可能是被伪造的，或是被误解的，或是被干扰的，或是被混淆的。伊凡的故事让人感到好奇和怀疑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，还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？他是个无名的英雄，还是骗局的受害者？他的遗体还在太空中飘荡，还是已经坠落到地球上？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，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。它是太空中的一个谜，也是太空中的一个传说。根据我从网络上搜寻到的一些信息，人类未来可能会在太空中发现以下一些东西：新的天体和现象。人类已经观测到了许多太空中的天体和现象，例如行星、恒星、星系、黑洞、超新星、重力波等。但是，太空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，可能存在着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或理解的天体和现象，例如暗物质、暗能量、虫洞、多维空间、平行宇宙等。外星生命。人类一直对外星生命充满了好奇和期待，也一直在寻找和探测外星生命的可能性和证据。目前，人类已经发现了一些太空中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，例如火星、土卫2、欧罗巴等。未来，人类可能会在这些地方或其他地方发现外星生命的存在，无论是微生物，还是智慧生命，甚至是文明生命。新的资源和技术
人类在太空中的探索和开发，也是为了获得新的资源和技术，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和发展。太空中有许多有价值的资源，如水、矿物、能源、元素等。人类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改善地球的环境，或是建立太空的基地和殖民地。同时，人类在太空中的活动，也会促进新的技术的发明和创新，例如太空运输、太空通讯、太空制造、太空医疗等。当然，这些只是一些可能的例子。人类未来在太空中发现什么，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。我希望人类能够继续探索和开发太空，发现更多的奇妙和美好的东西。人类在太空中建立殖民地的动机可能有以下几种：为了探索和开发太空中的资源和技术，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和发展；为了保护和延续人类的文明和生命，以防止地球上的灾难和危机；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和冒险，以体验和创造太空中的新的生活和文化。人类在太空中建立殖民地的困难可能有以下几种：要解决太空中的能源和推进问题，以实现高效、安全、经济的太空运输和航行；要解决太空中的生态和医学问题，以确保人类在太空中的健康、生存、繁衍；要解决太空中的法律和伦理问题，以规范和保障人类在太空中的权利、责任、利益和价值。人类在太空中建立殖民地的前景可能有以下几种：人类可能会在本世纪内在月球或火星或两者都建立基地，作为太空探索和开发的前兆和试验。人类可能会在更远的未来在太空中建立自给自足的栖息地，作为太空生活和文化的载体和创新。人类可能会在更遥远的未来在太空中实现星际航行和殖民，作为太空扩张和文明的目标和挑战。当然，这些只是一些可能的情景。人类未来在太空中建立殖民地的实际过程和结果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和变数。我希望人类能够合理和平地利用和开发太空，实现人类的太空梦想。美国太空总署的阿尔特弥斯计划旨在实现人类重返月球，并为未来的火星任务做准备。该计划将在2023年进行多次发射、测试设备，进行科学实验，准备在2025年进行载人登月。欧洲太空局的木星冰月探测器将于2023年发射，探索木星和它的4个巨大的冰雪覆盖的卫星，寻找生命的可能性。中国国家太空总署的嫦娥5号和6号任务将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发射，采集月球的岩石样本，并探测月球的南极区域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际飞船将于2023年发射，执行一次环绕月球的私人太空旅行，由日本亿万富翁前田有作发起。他将邀请8名公众人士和他一起乘坐。美国太空总署的达特计划将于2023年发射，执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反小行星防御任务，试图改变一颗潜在威胁地球的小行星的轨道。当然，这些只是一些例子，还有许多其他的太空探索的计划。您可以透过网络或其他管道了解更多的资讯。我希望您对太空探索感兴趣，并保持关注。请大家留言告诉我和你的想法。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谢谢。希望您会喜欢这篇文章。